过年前5大挂急诊的原因，肠胃炎呢总是榜上有名了。吃到不干净的东西，这是还是最常见的啦。另外一个就是暴饮暴食啦，或是狼吞虎咽啦，造成肚子痛的时候呢，你赶快在家里熬一个那个肚子痛啊，或是拉肚子的情形，马上就会改善。那有时候疼痛，大家就会想说吃普拿疼或阿司匹林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不行。阿司匹林造成胃溃疡的比例是很高的。多吃益生菌，这个有没有帮助的？肠胃如果在发炎有伤口的时候，如果你在吃益生菌的话，这个菌可能会透过这个伤口进到我们的血液里面，就会造成所谓的菌血症。温和的这个肠胃运动呢，其实也可以帮助增加肠道的消化。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简单的运动舒缓操。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，我是 Amber。依照健保署统计，过年前5大挂急诊的原因，肠胃炎呢总是榜上有名了。那肠胃炎呢，它的症状就是说，除了肚子痛以外呢，还会伴随着胃部会快速的蠕动。那人体为了要保护这个肠胃，它可能就会有拉肚子啊，或者是呕吐的一些症状。而且如果肠胃不好的话呢，不但不舒服，你这个节日啊也会过得不好，而且人也会看起来比较苍老。所以在接下来的节日里面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准备才能够保护自己的肠胃，才不会麻将打到一半还要进医院？那今天请到的专家呢是宜生中医诊所的吴宏乾医师，吴医师您好。大家好。吴医师想请问一下，在您临床上最常看到的这个肠胃病，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一般比如说我们吃到不干净的东西，这是还是最常见的啦。比如说这个食物里面可能有病毒、有细菌，它没有加热的完全，没有杀菌的完全，所以这个拉肚子的情形会非常非常的多啊。另外一个就是暴饮暴食啦，或是狼吞虎咽啦。我们肠胃受不了，它要保护它自己，因为整个撑得很厉害，它非常的不舒服，它就干脆把它拉出去，这样保护它的主人这样子。所以大概比较常见的一个是吃坏肚子，那一个不干净的东西，对，不然就是暴饮暴食、狼吞虎咽这样。是，那其实我们好像也看到蛮多的，就是说过年期间常常会因为一些细菌或者是病毒引起的肠胃炎。我们这边帮大家统整了几个，像细菌性的话，就是有这个大肠杆菌，好像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牛肉啊，或者是杀菌不完全的牛奶，或者是被污染的水。那还有像是第二种，像是黄金葡萄球菌或者是沙门氏菌，也都是存在一些肉类或者是奶制品、蛋类这一类的商品里面哦。那还有像肉毒杆菌，这些都是属于细菌类的。然后还有病毒类的也有，因为像诺罗病毒，其实我去年过年的时候就感染了这个诺罗病毒。诺罗病毒大部分都很惨，它上吐下泻，所以发高烧，而且要持续比较多天。对，而且好像好发就是在冬季，所以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季节。那还有像是什么轮状病毒啦，或者是星状病毒啦，也都是刚刚医生提到，就是不干净的食物所引起的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就是说，那是不是吃生冷的食物也会引起到肠胃的不舒服呢？对，那个生冷的食物这个有2方面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刚刚讲的，比如生冷的食物，它没有经过加热，那本身就有一些细菌啊，或是病毒的残留，那它一样会造成吃坏肚子。那另外一个，你身体如果比较偏虚寒性体质的人呢，你如果吃了太多生冷的东西，它其实肠子会不舒服，它也会受不了，所以它还是会把它拉出去。一般我们人在早上的时候阳气是比较低的，然后到中午的时候阳气慢慢升起来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，这个阳气又慢慢降下去。所以身体体质比较虚寒的人呢，其实尽量不要在早上或是在晚上的时候吃比较寒凉性的食物。你在中午吃，搞不好还比较没事情，因为那时候阳气它比较够。那如果说你这个寒上加寒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吃下去东西的时候，肠子它不蠕动的哦，对，它好像被凝结收缩，对，它就不蠕动了。那再来它会胀气，那在肠子里面胀气是很不舒服。我们肠子里面有很多的接受器，所以它会胀气。那我们自我保护作用就，当它很胀气、很不舒服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蠕动加快，所以它就干脆把这些寒性的食物给排出去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做“暗桃假西龟，挂梅欢碱”，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吃西瓜的时候呢，大概在晚上的时候它就会拉肚子。所以我们常常在
夏天如果说晚上小朋友来求诊的话，肚子痛得很厉害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这个大概发现都是寒性体质，然后又吃了西瓜，所以胀得很不舒服。那其实在电视机前面还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因为吃寒性体质造成肚子痛的时候呢，你赶快在家里熬一个姜汤，对，赶快喝下去姜汤以后，那个肚子痛啊，或是拉肚子的情形马上就会改善。医生，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吃了不洁的东西，或者是吃一些寒凉的东西，那还有刚刚提到说一些饮食习惯，像暴饮暴食，那还有没有一些可能我们在佳节会有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，也会引起肚子痛呢？一般我们有所谓的生理时钟啦，那我们就是建议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就是早中晚，或是有人一天只吃2次，那固定的时间吃食物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身体会分泌很多的消化液。可是你如果不是那个时间的吃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你身体不分泌消化液的时候，身体在过度的负担的时候，有时候它也会造成肚子痛。比如说在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从早上一起床开始，早上吃到晚，对，然后电视荧幕又都很好看的影片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吃到晚上的时候，有时候肠胃就受不了，可能就以拉肚子来保护它。所以吃东西还是要有节制，不可以因为节日的时候就一直拼命吃，这个时间拉长了就对了。是。那假设说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因为我曾经有过。我的感觉是这样啊，就是好像吃饭的时候就有点弯着吃，因为可能那个桌子比较低，然后弯着吃的时候呢，好像也很容易肠胃痛。对，那这个在我们中医其实它是有道理的。比如说，好，我们这样蜷着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后面的经络其实它是受到挤压的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的脊椎中间的神经，特别是我们的肠胃的神经，它是从大概第7椎那边出来的。那你挤压的时候呢，神经传导到肠胃，还有血管供应到肠胃。我们肠胃要消化的时候，一定要有血管很充分的供应，它才会分泌一些东西，然后让肠胃蠕动。所以当你蜷着的时候，第一个。神经跟血管都供应不畅，再来我们的经络也受到了阻碍，所以血管、神经跟经络受到了阻碍，所以功能一定不好，那消化功能一定会变差。那为了保护他自己，他还是把它给拉掉。你这样讲，我就突然想起来，以前小的时候，妈妈总是会跟我们讲说，不可以趴下去，就是变成是你的碗要拿到上面来吃。其实也都是要坐正，然后才不会让那个神经受到阻碍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碗拿来这样子，以碗就口这样子吃。那后面的神经啊、血管啊，还有经络都没有受到阻碍的时候，它的消化功能其实是最好的。所以其实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，是真的有健康的概念在后面的。那假设说我们真的在过年期间、过节期间，真的发生这个肠胃炎、肚子痛的话，那我们可以自己怎么办呢？真正在肚子很不舒服的当下，我想你还是尽量先不要乱吃，赶快先去医院找医生去检查，因为它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啦。那像一般的肠胃散的。胃肠药啊，这个要消音，就是胃肠药，这个可不可以吃？一些肠胃散里面它有加一些中药的一些帮助消化的，还有一些碳酸氢钠，所以我们吃下去以后，它肠子在蠕动呢，然后帮助一些胃酸啊、消化液的分泌的时候啊，你纯粹的一个胀或是消化不良，它是可以改善的。但是如果是急性的疼痛，或是有很严重的拉肚子、发炎的情形，还是要赶快就医。那有时候疼痛，大家就会想说吃普拿疼或阿司匹林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不行，因为其实阿司匹林造成胃溃疡的比例是很高的，所以你不知道你到底是哪一种疼痛。如果是因为胃溃疡的疼痛，那你吃阿司匹林，它吃下去只会越糟糕。所以有很多胃溃疡医师是禁止他们吃阿司匹林的啦。所以你自己还是不要乱吃止痛药比较好。那假设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已经开始觉得有不舒服了，我觉得我可能是肠胃蠕动不好，那我吃一些优格或者是多吃益生菌，这个有没有帮助的？如果是肠胃蠕动不好或消化不良的话，本身吃这个优格它是有帮助，因为优格它本身有一些益生菌，而且它是发酵过的，所以它不只有益生菌，它其实还有酵素的成分在里面。那我们本身身体在消化食物就是靠这个酵素的帮忙，那优格其实效果会比较好。但益生菌呢，你要等到它吃到肠胃，然后再去作用的话，它需要时间。所以益生菌我们建议就是在平常保养用啦，就是不要再说你真的很不舒
舒服的时候去吃这个益生菌，其实是浪费那个益生菌，而且益生菌的价格一般都比较高一点点。那益生菌我们建议保养用。还有一种情形就是，当我们肠胃在发炎的时候，如果它有伤口，那伤口是不准有任何菌进去的。所以你肠胃如果在发炎有伤口的时候，如果你在吃益生菌的话，这个菌可能会透过这个伤口进到我们的血液里面，就会造成所谓的菌血症，这个是有报道的。所以就是说，当我们在急性发炎的时候，就不要用益生菌来补充。这个蛮有意思的。益生菌感觉上应该是好菌，应该是可以帮助肠胃的。但是如果说真的肠胃发炎的，吃了益生菌，它反而变成不好的东西。是，特别是有伤口的时候，比如说溃疡的时候。急送医院的过程当中，医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忙缓解？例如什么穴道啦，或什么？对，一般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足三里。还有这个上巨虚跟下巨虚，一般我们足三里是治疗胃的疾病，那上巨虚是治疗大肠的疾病，那下巨虚是治疗小肠的疾病。所以我们直接可以在上巨虚、下巨虚，还有足三里这个地方做拍打或是按摩的这个作用。就是在送医院的过程当中，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帮自己做按摩。对，做按摩，或是家属在旁边的时候，可以帮他做一些按摩啊或拍打的作用。是，医生，我有一个小时候的经验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小朋友只要是肚子痛、胃痛啊，我的阿嬷呢就会把我们抓过来，然后从我们背的这个地方啊，就给他这样拽一下，然后一拽完了以后呢就好了。对。它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我刚刚有提到，就是说我们的胃跟大肠的这个经络，应该说神经分布，它是从这个地方第7、第8这边过来，然后刚好我们背部有2个治疗肠胃最有名的，一个叫做胃腧，一个叫做脾腧。那这2个穴位，比如说病人没有办法扎针，趴着的时候帮他画4个圈圈，然后请护士小姐帮他那边拔罐完以后呢，他的胀气马上就解除了。所以这是有道理的。是。我还以为我阿嬷在给我乱抓，结果都很厉害，就都抓对了。它是有道理的。假设就是说现在过年过节啊，我们吃了很多东西，那你有没有什么推荐我们一些茶饮，可以让我们就是消化比较好，比较不会有胃痛的情况发生呢？帮助这个消化，它最常用的叫做香砂六君子。香砂六君子就是木香、砂仁、党参、茯苓、白术、甘草这6味。然后我们大概用1500 cc 的这个开水煮开了以后呢，让它再滚个大概3、5分钟，熄火以后带温了以后，再当你每天的开水饮用。那这个本身它可以帮助消化，还可以长肌肉。所以我们小朋友如果说很瘦弱啊、皮包骨啊，然后不长肉的话，我们中医常常会开这个4君子汤。4君子汤就是加木香加砂仁，那加木香砂仁以后，它特别称作叫香砂六君子，然后去炖这个瘦肉。然后，因为在中医里面讲脾主肌肉，所以你用这个6味药呢去炖这个瘦肉，然后给小朋友吃，然后再补充蛋白质以后呢，那这些小朋友他会长得比较白白胖胖的。所以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是想要就是让我们的肠胃比较好，但是因为肠胃好了以后呢，也会让我们的吸收也会跟着变好，所以就是能够长肌肉这样子。是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提供我们这么多肠胃急救的好方法。那最后其实的温和的这个肠胃运动呢，其实也可以帮助增加肠道的消化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简单的运动舒缓操。